欢迎收看《聚焦2.0》，我是高文英。今天这位名医他是骨科权威，病患怎么形容他的？说他的双眼像是 X 光机。你走进诊间，他说：“哦，我知道你哪里有疼痛、有困扰。”在他的诊间里面，如果是膝盖痛或是腰痛，90%几乎都是不开刀的，因为他采取运动处方。我开运动处方给你。有人说：“哎呀，主任，我妈妈挂你好久的门诊挂到了，您怎么只开这个酸痛药膏给他呢？”再来，他年近70咯，等一下他要示范双盘，因为他说双盘可以改善肩颈酸痛。我们欢迎传说当中的欧曼冠主任来到聚焦2.0，主任你好，欢迎你来。喂，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你要盘起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盘起来，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上瘾的舒服感，因为病人的这个脚筋都非常的紧。脚板这样勾起来，这样10秒钟，再往下10秒钟。通常妈妈手也是使用的过度了，看到她哪里酸痛，我们就叫她去揉。我们古代道家叫做解千筋呐，就是有千斤重，你会觉得说我2个肩膀好酸痛，尤其是现在的人，已经红了。你看这样子，无花果本身的话，它可以什么消肿哎，所以有痔疮的人其实干吃无花果也可以消肿。像你秋天的话，你煮一锅这样子的话来润肺，保养你的肺，不容易感冒。把它一只脚抬高，这样增加阻力，这样运动，把它压出声音来。这样子运动以后，你的脖子慢慢会紧实一点。放轻松，放轻松。这里这里都很酸痛啊，很痛哦。他是振兴医院骨科部主任敖曼冠，双眼像是一部 X 光机，只要看一眼，精准点出病人的病灶。然后脚用力勾起来，你的脚筋很紧，所以你用力这样10秒钟，好不好？按一按，你起来走走看，你感觉那个膝盖的感觉看看。有了，有感觉，有感觉就松掉了嘛，对。像这位老是胸闷头痛、肩颈酸痛患者，名医替病患开出一道又一道珍贵的运动处方。手指头伸直，往前，张大，好，然后手臂往后慢慢拉大圈圈。这个要常做哦。名医还自创一套树脂按摩法，同时鼓励病患要多拉筋。我真的觉得好厉害，就是这样子把它盘起来嘛。全身筋骨软 Q 的像个孩子，这是名医敖曼冠养命连年的盘腿松筋术。好，骨科权威他的筋骨可能瑜伽老师都没有主任你的筋骨还软。你练多久？我没有说很认真练了，大概已经有20几年、30年。20几年了，是我跟观众朋友报告总司令的参谋总长、邦交国的总理都是由主任操刀，而且年近70， 69岁你说已经练20几年，你当时应该是筋骨很硬的，对不对？对。听说那个时候你连弯腰都不能弯啊？我们当时的时候，当然我们弯腰大概一般人那不都弯到这样子了。对。那我们如果自己常常去锻炼自己的话，那个就变得很柔软。你就弯腰的话，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子。不简单，69岁，快70岁的一个主任呢。而且你说这个双盘法对下肢会水肿的是有帮助的。是，这个最清楚的时候就是我坐飞机的时候。对。我如果偶尔盘一盘腿，我坐完飞机我的腿都不会肿，也穿鞋子都不会感觉胀。来，我们瑜伽垫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请主任现场来双盘吗？因为主任的意思是说，观众朋友都可以学，对不对？我想双盘是对自己身体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但是你如果想要盘，都有机会，因为我认识的很多70、80岁的以前，那通通都盘起来了。来吧。我们直接来看看敖曼冠主任，69岁，传说当中的敖曼冠，他门诊很难挂的，在振兴医院。这里吗？对，来。我在想，如果不能双盘的人，你可以就先拉筋的话，就这样子把腿这样子慢慢往下拉，这样子拉一拉，然后换这个腿这样子拉一拉，你如果拉了都松了以后，你要盘起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盘起来。哇，那您这样每天可以盘多久？
以前我的老师是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盘6个钟头啊。那我是不是很用功的？那我现在大概只能盘1-2个小时吧，2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主任，我们自己也有在练瑜伽，我15分钟都不行，你这样可以盘1-2个小时。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你刚开始盘觉得很紧，对，而且我们刚开始盘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合生理，脚会发黑。那可是盘了以后就不黑了，这个因为你刚开始是让它这个血液是缺血，可是你盘了久了以后，它反而会增加很多的侧支循环。那侧支循环以后，你这个腿反而会变得说这个循环更好，那也不会麻。所以你越盘，你会感觉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上瘾的舒服感，你会觉得摆的那个姿势其实比你一般坐椅子要更舒服。哇，我这张手板，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你看这个有多好，就是说双盘练的不仅是筋骨，而是经络你全部都打开，同时打开了胯关节。你可以比给我看吗？大概是胯关节。胯关节是这边，好，我们一般人都比较紧。你如果胯关节松的话，你这个关节就是反正就是很松的。这个时候五脏六腑会得到大量的供血。这个是有人这么研究，因为你常常让身体有一部分地方缺氧，但是他就把这个血液就放在别的地方去用。好，主任，那如果有些人真的没办法双盘，我们家有毛巾，你能教大家吗？这时候如何利用毛巾来协助自己双盘起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双盘盘不起来，到第一次能双盘的时候，我们的脚都会这么一样高，我们都叫做高射炮，因为这个脚很硬啊，都这么高。那有些人你不要那么高的时候，或者是那么紧，你怕它松掉的时候，你可以两边等于把它绑在那里，就把它绑在。如果是一条毛巾这样子把它绑的，好，就让这个身体的有一个支撑点，有个靠住的地方。那这样你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了解。可是你一盘，这个肌肉慢慢松下去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肉都是放在地上，不是说紧绷在地上，所以那种感觉只有去做双盘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在主任的诊间当中有一个特色，什么？90%的患者都不用开刀，因为你开的叫做运动处方啊。是。来看啊，名医的这个除疼痛的伸展运动，我们一招一招教好吗？主任，你说肩颈痛，请做转肩膀，怎么转？那肩颈我就是叫别人这个手带着肩膀这样子慢慢这样转，好，这样慢慢转，就是有空的话就转个几下。这个也有人叫做这个旋肩旋臂啊，就是绕肩旋臂都可以这么讲。你就是把它这样子转正转反转都给它转几次，好，转完了以后，我还会叫病人有的时候手伸直，然后尽量向后这样转大圈。哦，这个叫转大圈，拉大圈。这个我给它取个名字就是转大轮呐，转大轮，进到第2招了，就是转大圈，转大圈，对，那这个如果肩膀到腰都不舒服的话，我会请病人就是如果是坐倒也可以，你就完全放松，这样就趴下去休息一下，然后把头再抬起来，就这个是前后的，做一做就可以。好。再来，如果膝盖痛，请做抬腿拉筋。您可以站起来示范，都没问题的。抬腿拉筋是我常常教病人做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久坐久站，这些肌肉都没有动到，都没有活动到。其实最简单的，而且大家也常常在复健科、在骨科都有教病人做的，就是把腿伸直，然后这个脚板这样勾起来，这样10秒钟。再往下10秒钟，好，这个我会常常教病人做，因为病人的这个脚筋都非常的紧，这个脚筋紧都会影响到整个膝盖的不舒服。
好，这个就是敖曼冠名医的除疼痛的伸展运动，肩颈疼痛啊，做这3招；膝盖痛做这1招。接下来这很特别，这变魔术吗？我考考您哦，您身上有什么呢？您身上有只有敖曼冠才有的树枝，拿出来，这个叫树枝按摩棍，你都藏哪儿啊，主任？而且听说你整间护士也都有我都有送他们。对，这个是龙柏树修剪下来的树枝，是一刀一刀削出来的啊。这其实我们身体在老化、退化的时候，都会变得僵硬。对。然后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特别痛，甚至会结硬块。好，这时候呢，你用一些东西去把它按摩的话，会舒缓它。那当然，东西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些人喜欢把玩这个玉啊，有的玉的形状适合也可以用，有的人什么牛角棒啊、刮痧棒都可以。可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医院常常在修剪树木，那这个龙柏树它本身呢，它的中心是红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是红色的，对，而且做起来很漂亮，而且龙柏有一个特别的香气，闻起来非常香。好香哦，淡淡的香气，自然芬芳。是。而且这个龙柏的价格不输红块，时常会作为拿来花瓶啊、聚宝盆等等的这个艺术品啊，所以就是拿来按摩自救。我要一招一招请主任教。我们先看 VCR。你有问题的地方，你会感觉特别紧、特别酸痛啊！你像这里特别紧，我就感觉得到这里很紧，对，很紧，这里就酸痛，对，很痛。你就把它揉，没事把它揉一揉就好了。好，赶紧的，这只有敖曼冠主任才有的树枝按摩法哦，非常珍贵的。我们先问第一道考题：足底筋膜炎，主任先处理的是哪？小腿。足底筋膜炎常常这个脚后跟筋都非常紧，所以他自己要做拉筋的动作。拉筋的动作的话，你就是脚伸直、脚挺直，用力挺直。足底筋膜炎这个脚筋都非常紧。如果是脚筋很紧的话，除了做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拉筋的动作，那这个整个的小腿它这个小腿肌肉是相当紧，表示他平常站立的时间很多，所以这些地方会很酸痛。原来足底筋膜炎是要刮这里，你这里要按摩不是刮。你如果找到哪一个那个痛点，你就像这个痛点，它就要揉，这里很酸痛啊。痛吗？他点头了，确实有一点啊。所以你看，主任一刮他就知道，一按就知道。这里不是一点，这里很痛啊。真的啊。再来，主任，下背痛，从臀部到腰部去找痛点，对吗？是。如果下背痛的话，通常我们这个从这个背部到这个臀部到这一块地方都有可能会有问题。那我们也会其实我们这个看病人看多了，你触感的时候，你就晓得哪些地方会不好。像有些地方就很酸痛的话，像这些地方他就把它揉一揉。我们通常是告诉病人说，你这里有问题，你回去自己揉。那如果臀部这些酸痛的地方，好像这些地方，这个地方也会有一点酸痛。可以想象嘛，这个是龙柏的树枝下去做的这个按摩棒，一刀一刀主任削出来的，下背痛就去揉它啊。好，主任，妈妈手怎么处理？是处理前手臂的内侧，对吗？妈妈手通常妈妈手也是使用的过度了，那都是屈肌使用的过度，所以大概整个肌肉只要是有酸痛的地方都要去按摩。那我们都是看到他哪里酸痛，我们就叫他去揉。像他这里还好这里他还不错他这个有一点点网球肘。你有网球肘，你教练他这里很酸所以一般我们就如果家里对，如果我们知道有哪里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叫他这个去把它这样揉一揉。他这个揉了就像这个样很酸揉一揉。找到点就揉它。对。我看主任是走一条线的点是吗？不是，我们从这样一条线这样找下来。这样子看到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揉一揉。
啊，如果你常常去揉一揉身体，常常去跟他打交道的话，你第一个认识自己的身体，第二个你把自己的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主任介绍一下吧。你说你这个按摩棒真的是自己一刀一刀削出来的，什么小海豚蚕宝宝？这个按摩棒大家可以看到哈，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枯枝，而且是你知道这个大概台风刮下来都已经都裂了断掉下来了。那我们刚好就这个形式把这个前面这样削掉，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海豚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嘴巴身体就有点像海豚的形状啊。特别是我们讲说这个胸口这个部分，你拿到按摩棒，你就可以自己轻刮缓解。是。来，谢谢主任。而且啊，有很多的病患说，谢谢名医，为什么救了我的老膝盖？像这个病患，当时他是到您诊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左边的 X 光片，这个膝关节非常严重，那几乎都靠在一起了。那右边虽然好一点，也是有这个狭窄，也有狭窄。那在我们的标准都是要开刀了。那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任何病人我不会帮他做最后决定。如果他想不开刀，我可以跟他一起努力。你请他减重？请他减重，请他自己按摩、做运动。然后教他怎么样子去保养，哇，救了80岁婆婆的老膝盖，而这个是100岁人瑞，您让他重新站起来，他是开刀的吧？这个是开刀的，也不是说我们都完全不开刀，因为有些人的条件他这个要他自己去保养，他很辛苦，那这个结构整个坏掉了啊，那这个因为他脑筋很清楚。我觉得脑筋清楚的人，他就有这个动机，他想要自己好起来，想要自己训练，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很快就恢复了。而且当时你好像有请他说，你可以试着做一些练蹲法，是吗？来练蹲法，我就是通常我会告诉病人，就是说你刚开始因为膝盖很紧嘛，你就完全先放松。就手这样轻轻扶着手，就让弯，你能够弯到什么程度都没关系，你弯了稍微休息一下，你让我休息几次以后，你这个就越来越可以弯。如果你弯不下去没关系，你就这样子，然后你就稍微蹲着，手扶在地上，手扶在地上以后，你可以这个把这个膝盖的力量可以做部分的支撑，支撑了以后，然后你就把身体慢慢重量往下放，往下放，好。这个放了不行了，你痛了受不了了，你头低下去，屁股起来，哇，这样撑了就起来。好，这第一次下不去，然后你慢慢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慢慢就可以下去。下去以后，如果完全下去还很紧，我都会叫他们忍耐一下，你再放松，要给他这样子，给他做活动。那如果你力量不够，你就用手支撑了一下，屁股先起来，再手起来。如果你力量够了。你可以用手这样撑个膝盖起来。如果更好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我就是教病人做，其实很多病人都可以达成的。好棒哦！好，我要把时间给主任，因为我要请他告诉大家，这可以增加全身的气血循环，端正脊椎，它叫6点平衡敲打功。那他做的方法呢？是把手伸直，贴到耳朵。那手心向到身体，然后这个手就轮着，就这样打这个腋下的这个地方就这样，这个一下一下打，一边这样打这个打完了以后换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样轮着打那这是2点。那臀部也是2点，也是一边打，这个就是用这个手的这个虎口，这个用这样的敲打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这样子没事就这样打，然后这个换另外一边也是这样打，打的时候完全放松，完全不要用力，你就放松，让手自然的力量这样打下去，这样都是2点。另外2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带脉腹部的地方，腹部是2边同时打，
就手放松了，这样轻轻敲，轻轻敲。你只要做完了，你马上就会觉得你身体整个松掉，而且你吸气也会吸得比较饱，身体那个带氧量一定会增加。欢迎我们的好朋友邱正宏邱医师，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正宏。中医主任杨素琴主任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杨医师，中医女神龙再一次到聚焦2.0。我们说现在进入秋冬了呀，秋冬最需要的就是要养生了。对，要养肺，养肺。因为以中医来讲的话，它五行对应到是我们的肺脏，而且现在看诊的话，感冒的人非常非常。对，那我今天最主要是要大家分成两种的感冒哦。那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2种我怎么样比较才知道？讲了那么多。我们先问了2个白色的，第一个鼻涕是白的，那痰也是白的，就是清的。那这个风热型的话呢，就是2个黄的。为什么？鼻涕黄，咳嗽痰也黄了，而且咽喉会干痛或者肿痛哦。那舌尖出来的话，它就会红的。那你这样一分就知道，黄的就是属于风热型的，就明白了。哎，对，那寒的话就是属于白色的。那这种风热型的病毒性的感冒的呢，我今天用的话是银花薄荷合饮，这不适合喝姜汤哦。哎，对，这个好注意，因为我临床看到很多病人跟我讲说，我感冒了，可是我喉咙本来微微的痛，可是我妈妈叫我说感冒就是要喝姜汤，结果一喝的话就火上加油，反而更痛。好，我们马上端出2道的食疗方，桌上一桌满满的啊，来。这个是说风寒型感冒，请喝紫苏地瓜汤。对，那这个的话，我们用紫苏。那紫苏的话，本身可以发汗。那再来的话，地瓜，我们知道说地瓜汤的话，本身的话，它可以补我们的虚损。我们知道说吃地瓜，而且会有力气，而且的话就是会强我们的肾阴。怎么做呢？就是说你老姜洗干净以后，你要拍碎。拍碎，那地瓜当然要切净啦。那我这个人我比较麻烦，我都用电锅煮，我都先用地瓜跟姜在电锅煮。那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在瓦斯炉煮也可以。那你先煮的差不多熟了以后，你才要把那个紫苏跟那个黑糖摆进去。我们来看成品吧，有多么的漂亮啊！对，你看，哇，而且又好吃哦，非常的好吃。就是这样一锅。哎，那我看到这个是紫苏。紫苏最后才下去，因为紫苏的话，你把它用一个布包起来，才不会整个都是。其实当然它也可以吃啦，对。可是这样子的话，有些小孩子看到那一包他就不吃了。那你的话，你这样子舀给他吃啊，结果他就会吃的会很高兴，而且那个风寒感冒一定就会好。好棒哦，漂漂亮亮的成品，看起来又好吃。好，再来，这个是风热型感冒，请喝银花薄荷饮。对。那金银花本身的话，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发散风邪。那再加薄荷，再加生甘草。你要知道说，我们所有的病毒会从口鼻进去嘛，所以你常常喝这种金银花薄荷茶的话，其实它可以清热解毒，可以疏散风邪，太棒了。我们有成品啊。对，因为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喝看直接因为甘草，你如果说喉咙很痛，你甘草可以放多一点没关系，就这一壶。哎，对，就这一壶，好漂亮。哎，对，可以。我们来宾都有一杯对，可以喝。我们来喝喝看，来邱医师，来喝这个吗？对，就是这一杯。来，主任有甘草的味道哎，对，因为甘草本身可以解百毒的。我们知道甘草可以解百毒，可以调和诸药。嘿，对，好，马上再来预防感冒，可以多喝银耳梨果汤。对，水梨1个，白木耳30克，百合30克。对，无花果2个。哎，无花果很难买哎。没有啦，迪化街好多啊，又便宜，干的，你当然新鲜的难摆。现在在宜兰有种新鲜的啦，可是都用干的。我这个都用干的很好，就是这一盘。对，因为我们知道水梨的话，就是它生的话可以清我们6腑的热，那熟的话可以滋5脏的阴。那这个白木耳，那这个的话就是无花果。无花果，对，无花果本身的话，它可以什么消肿呢？所以有痔疮的人，其实干吃无花果也可以消肿，又可以清热，你知道，而且它可以抗毒，而且可以抗那个我们辐射。
无花果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你看这个银耳梨果汤做出来成品，漂漂亮亮的。对，还有这个百合哦，百合可以宁心安神，可以清热，可以化痰止咳，而且可以安神。秋天的话，你煮一锅这样子的话来润肺，保养你的肺，不容易感冒。好棒哦！而且还有一个不容易感冒的小撇步，这是红茶。对，我常常教我的病人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有的人都感冒，像我每天因为看非常多的病人，所以很多病毒会很多嘛。像有些小孩子在你面前啪，他一就咳嗽就咳到你脸上来了。所以的话，就是说到这种天气的话，譬如说我会用这个红茶泡一杯。那你如果说要那个抗病毒更好，你可以加1小匙的盐巴，因为盐巴可以解毒哦，又可以润燥。那这个红茶的话，它还有姜黄素哦，还有儿茶素的话，它可以抗病毒。你回去的话，就用这样子喝这个红茶水，在嘴巴里面含15到20秒，或者再来的话，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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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清咽喉的地方，然后再吐掉，这样子连续3次漱口。再漱口，当然后来你也可以喝，因为这样子的话，把你咽喉的地方很多，我们知道喉咙痛的话都是风热型的感冒，都是病毒跑到你的喉咙，所以的话，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每一个家庭都有，非常的方便。好，红茶漱口太棒了。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这是邱正红医师他的自行车影片，他多么厉害！本来就运动会燃脂，希望燃烧更多的脂肪，怎么办？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叫什么？咖啡水。这是什么咖啡水呢？就是一瓶你要喝的饮料水，你呢泡好一杯咖啡，有黑咖啡哦，不加糖，直接把它倒进去，变稀释的咖啡水。那我们口渴的时候呢，一边喝咖啡水补充的水分，一边让咖啡帮助我们促进脂肪的燃烧。根据医学的研究呢，你在运动前喝这样一杯咖啡水，或者沿路把它喝完呢，可以增加17%的脂肪的燃烧，这是非常好的养生健康又减肥的秘籍。好，来，我有请你带来，院长，就这个咖啡水啊，就这一杯，但这个因为现在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比较没那么凉了啊，它接近室温了，对。这个咖啡其实根据研究啦，100毫克的咖啡因大概可以促进新陈代谢4.5%。那我很喜欢运动嘛，我体脂率也很低。那我们有很多门诊当中很多减肥的病人来问说，邱医师，我有运动啊，体脂率还是高怎么办？我说好，那你呢稍微调整一下，你在运动前后呢，利用咖啡因，因为帮助燃脂的效率会延长嘛，大概可以增加17%的脂肪的燃烧。所以我就教他们说，你可以试着喝这个当做你补充水分的一个来源，对吧？因为有的人他一杯咖啡的时候，咖啡因太多了，他可能心悸、手抖，对吧？那我们把它稀释，慢慢的吸收，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副作用了。而且要搭配运动。对对对。你说邱医师他怎么运动？我有画面，你也太厉害了吧！你每个周末去骑自行车，你从淡水骑到三峡，公馆骑到三峡，公馆骑到三峡来回这样，你也太强了吧！还好啦，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我老觉得说我们台湾人不太爱运动，你知道我们年纪大有50岁以上根据国卫院的统计那个肌肉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少，很快的消耗掉了。如果你不运动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叫肌少症，你知道吗？肌少症对老人家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一旦肌肉减少，那代表你平衡能力变差，很容易跌倒。那骨质疏松以后，你很容易骨折嘛。一骨折又卧床，大概寿命很快就没了。对，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观众朋友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不要说好像饮食调整很重要，但是呢，肌力的训练，让你肌肉量的增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的方法。而且你每天举18公斤重的哑铃，对，一手举18公斤，一手举18公斤。我没听错，是8公斤还是18公斤？一手18公斤。对。哦，今天制作人安排了你现场示范一段单手伏地挺身。我们主任是69岁，他刚双盘。是。那您是58岁，可以做单手伏地挺身。对。我在家里练伏地挺身我不是像各位看的在平地我是这样练的。你看我脚会踩高，有没有看到？这样子，这样增加这个阻力，有没有？好甚至有时候还会增加阻力，把一只脚抬高，这样增加阻力，这样运动，好厉害哦！这样运动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你的肌肉会变得比较
壮一点。哦这个阻力运动是增加肌肉量一个最好的方式。哦，对踩脚踏车练哑铃，独门绝活，刚好做单手的伏地挺身。然后你说家里有保特瓶吗？空的，对空的 OK， 拿起来做练习。啊，但因为我这个阻力运动是我自己喜欢的，不过我们一般观众朋友，你可能一开始不要做这么激烈的运动，尤其你没有暖身，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运动伤害。所以我教大家。啊，很简单，我们在家里，现在观众朋友你们在看电视对不对？你现在就可以拿一个空的保特瓶呢，来帮助自己呢，慢慢增加你的肌肉量。哦，我教大家第一招叫展翅高飞。展翅高飞就是你把这个保特瓶拿着放在你的后脑勺这边，对不对？轻轻的，不要太重，对不对？第一招往上推10下，好，这样推，对不对？推10下，好，推10下之后呢，第二招呢，把这个保特瓶靠着你的后脑勺，扩张你的背肌，这样做10下。对，让肌肉活动，活络，对不对？主任，你太强了，你的动作怎么速度比别人快？对，快慢无所谓啦，哈，最主要就是把它做足那个10下以后，再来呢，你就有没有觉得你上半身的感觉好像比较热了一点了，对不对？再来一个叫做什么？叫做颔首称是，颔首是点头称是的意思，对，你就把，因为我们年纪大哈，会常常有一个现象，就是下巴会松。对不对？我看年轻跟老啊，你们都没有注意哦。其实老人家啊，下巴就开始垂下来了。对，你从侧面看哦，他这个已经变成一个钝角了。对，年轻人是一个锐角，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下巴的这个肌肉紧实一点？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空瓶来做运动。我们第一招就是下巴这样压住，把它压出声音来，压10下。对，好，这个力道不会太大，对不对？而且也有一点效果。你把它压10下，然后哔哔哔哔的声音出来以后。换另外一个，我们要锻炼我们这个叫胸锁乳突肌斜的这一条，你就用斜这样压过去，这样压10下，压过去，向左向右压10下，向左压10下，有没有？好，这样子运动以后，你的脖子慢慢会紧实一点。哇，真好！对，回去可以教病人了。对，然后你会看，看起来年轻一点了，因为下巴比较拉紧了，对不对？有这样的效果。太强了！另外，主任也要提醒说，哇，有一些银发族他蹲下去。没问题，但蹲下去就站不起来，是不是肌力不足的警示呢？没错，当那个年纪大的时候，刚刚邱医师提到有很多肌力不足，肌力不足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代谢率也会下降；第二个，你发生意外的机会会增加。所以我们尤其是做人工关节的病人，肌力不好的话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做一个人工关节等于换了一个车轮。可是你那个引擎就是肌肉，肌肉不好了，所以效果就比较差。好，马上欢迎黄建哲教练，教练你好。今天要教大家，特别是针对银发族，有一套椅子操，马上就可以在椅子上进行了。来，好，我们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稳固的椅子。那我们第一个呢，操作的部分是深蹲。好，双手呢稳稳的扶住，双脚呢打开来之后呢，脚尖微微打开。好，接下来呢，下去吸气，上来吐气。好，来下站。好，我们重点呢，过程中背部呢要打正、打直，视线平视前方。膝盖呢，重点要对好脚尖，大约第2根脚趾头。哦，每一次下去呢，上来都可以做一点缓慢。下去吸气，上来吐气。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呢是辅助式的一个分腿蹲，一样。椅子呢可以放在呢我们的左手边，左手扶住之后，右脚在前，左脚在后，2只脚尖都朝向正前方，视线一样平视前方。好，下蹲的时候吸气，上来吐气。好，来下去吸，吐，吸，吐。在过程中呢，膝盖都不能往内扣，也不能往外翻，都要对好脚尖的位置，很重要。后面的脚跟呢顺势的抬起，来吸气。吐，吸，吐，前面2个都是练下半身的一个部分。第3个是登山者式。好，椅子可以转向，双手呢扶住之后，好，背部一样打正，肩肘腕一直线。接下来呢，膝盖就往胸口的方向抬高，抬高。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觉得要增加比较难一点的话呢，就开始跑步起来。哇！过程中保持呼吸，不要憋气，背部一样要打正打直。好，这个会有一点点喘。好，那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先依照10秒、20秒、30秒，依照自己的状况呢，去慢慢的加时间。好，第4个呢是我们拜拜袖的一个训练。拜拜袖。
对，手臂后方的一个赘肉。哦，好，撑好之后，脚呢弯曲，好，视线平至前方。接下来呢，往下吸气，吐，吸气，吐。会感觉到拜拜袖的位置会有点热热的。那如果要加强一点难度的话，双脚打直。哇，好，吸气，高难度，吐，吸气，吐，吸气，吐。好，过程中如果发生撑的手腕会不舒服或膝盖会不舒服，那个动作可能暂时就先不要做。每一个下蹲动作可以依照呢大约8到10下的一个部分来操作，那慢慢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做加强。好棒哦！来，椅子操，好，学会了。当然，教练都来了嘛。就请留步来当我们的 model， 再次欢迎女神龙杨素清主任。今天要教大家什么呢？可以在家里学着刮痧，对不对？对，我们从风门然后到高方，这个先把它打开，你看多几下，你看马上就红起来了，真的有没有？你看这个是中医的酸痛贴布，在这边贴的话，他咳嗽就会好很多了。神龙摆尾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这样弯下去，然后2手交叉这样摆动。你要盘起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盘起来，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会有一点上瘾的舒服感，因为病人的这个脚筋都非常的紧，脚板这样勾起来，这样10秒钟，再往下10秒钟。无花果本身的话，它可以什么消肿哎，所以有痔疮的人其实干吃无花果也可以消肿。像你秋天的话，你煮一锅这样子的话来润肺保养你的肺，不容易感冒。把一只脚抬高，这样增加阻力，这样运动，把它压出声音来。这样子运动以后，你的脖子慢慢会紧实一点。刮痧的话，因为你可以随便用什么油，用水啦，加麻油也可以啦，或等等。我今天麻油也可以对，麻油加水。我今天带的这个是一个茶树精油哈。那茶树精油的话，就是说我先帮他这样子弄到这边哈。我们知道说这个好重要哦，因为我发觉很多人都不会刮，一定要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开纱门，就是说纱门要把门打开，跟窗户打开，那个邪气才可以出去。那这个的地方的话，我站这样大家才可以看得到。从这边这个要跟它45度，由下往上，不可以再刮回来。就是说一这样子刮差不多20下。20下的话，这个大椎穴就是一个纱门。你看我这样刮一下，它马上红了，真的。而且我是一点点了，我用的力量很轻。而且他是来做运动的人，为什么他还这么红？因为可能年轻人喜欢吃冷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的人都吹冷气，知道吗？哈，对。那再来的话，这个话我们知道风府、风池这边还有一个风门。所谓中医讲这些风的地方，就是风邪会进来的地方。所以的话，我们在这边的话，就从风池穴刮到这个叫做一个肩颈穴。这个肩颈穴的话，很多人这个地方的话都是。会不通，你看哦，这边起来的有没有一个筋结？对。那这边的话，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刮20下，等于你这个地方要刮5条哦。就是说你要刮任何痧之前，这个一定要先刮。这边45度要刮到这个，我们古代道家叫做解千筋呐，就是有千斤重，你会觉得说我2个肩膀好酸痛，尤其是现在的人打电脑或整个肌肉都没有放松。所以你看，我这样才几下，我还不到10下，它已经红了，已经红了。你看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里的膏肓穴，膏肓穴是这个2个肩胛这中间，这个是足太阳膀胱经，主要足太阳膀胱经，就是说你的阳气被寒邪被湿邪给抑住了。你这个一定要先打开，所以的话，这个地方你可以再来再把它打开五条，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椎穴，再来风门穴，再来会枢穴，这个的话，我们5脏6腑在这一条督脉上面都有一个转输站，所以转输站你的一些病邪你会积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帮它打开，这个好重要。我看很多人都没有先这样子刮你可以先把它。这样子刮这个，我们从风门然后到膏肓，这个先把它打开。你看多几下，你看马上就红起来了，真的有没有？你看
有没有？你看这个就是说高峰的地方，它有积在那个地方。年轻人，对，你做了什么事情？现在秋天呢，可能熬夜，可能晚睡，可能他本身休息不够。这个的话，这5条刮完了以后，其实就是说你再来负责这个大椎。大椎可以退热发烧，因为大椎6条阳气的地方，它可以把我们的疏散风热，而且可以开关通窍。了解。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曲尺穴，不好意思，我们赶快穿起来，我们不要漏点哦，马上穿起来啊！对，我也怕它冷，因为刮的话，等一下，那再来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曲尺穴，就是这样子手腕这个地方，阳明大肠经就是这个地方，因为合治内腑，就是说合穴可以治疗我们的腑病。那我们肺跟大肠它是相表里的，所以你用大肠经这个地方哈，你就说我们刚刚大椎开了嘛，一定要先开这边20下哦，就开纱门，那解这些千筋，窗户也打开，这边是等于2个窗户，你先打开了以后，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刮这个曲尺穴哈，也是在泄热。那再来这边有一个外关穴是这样子，手腕上来3只指头的地方也是可以泄热。那有些人的话就是说合谷也是整个，那这样子整个邪气就出来，邪气出来的话，发烧就会好很多。懂？那酸痛贴布什么时候派得上用？酸痛贴布这个是我最爱用的，我每次都被人家盗用肖像权哦，卖很多。除了以前讲说可以在这边好睡觉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椎的话哈，大椎穴的话，你如果说你发烧很厉害，我们中医这个是中医的酸痛贴布。酸痛贴布的话，你在这个大椎，不管你有发烧，我就是转个身。对，我们要退热哈，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大椎是哪里？第7颈椎，你头弯下去会转动的地方，左右转一下，对，再走过来，这个是会动的地方，因为再来胸椎就不会动。在这个地方你跟它贴上去，不晚上贴，白天拿起来哦，这个的话就可以退热。哦，退热。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咳嗽的话，我们这边有天突穴。那天突穴的话，我常常教我的病人，很多人怎么办？他说他咳嗽，这边喉咙很痒，我也是叫他我们这个酸痛贴布一块哈是这样子的，你把它剪成8块或4块，然后再给它贴在这边。哇，会非常的，我们知道三伏贴，我们在这边会贴，在这边贴的话，他咳嗽就会好很多了。哇，好棒哦，好上加好。紧接着啊，这个是名医私房养生法大公开，敖曼冠主任69岁返老还童气功，主任现场教学吧，好像叫神龙摆尾是吗？是最近1年，因为我们振兴医院成立了一个返老还童养生社，那他们有在练返老还童气功，那我是跟随着他们一起练。那我最喜欢的一项就是第7项叫做神龙摆尾哈。神龙摆尾他做的时候，两腿这个要跨，他是这样脚跨的，跨了以后这个。通常这个练它就是既然是气功嘛，一定跟呼吸吐纳有关系。他先吐气，他的弯腰不是我们这样腰弯下去，他是腰要是整个直的下去的，这样直的下去。他先哈气，然后小吐一下，然后再把气哈进了以后就吸气，吸完了以后把气吸到丹田。叫压气，压气就是憋在这里不动，好，所以就是哈气，吸哈气，吐掉，然后吸气，吸饱了以后压气压在丹田，就这时候就不吸了，憋在那里。然后神龙摆尾的时候就是臀部把脊椎向后带，然后整个身体这样弯下去，然后2手交叉这样摆动，他就是这样做。通常一口气我们大概做8到9下，这个做完了以后就交换腿，这样子一共做4次啊，一共做4次，就是这样子。他的哇，主任做起来轻轻松松啊，
做起来就是返老还童气功了。是，谢谢主任教学，谢谢好棒哦！再来，邱正宏院长，坐时脚跟倾离地，可以瘦大腿练腹肌。对，不但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而且呢，对于你肌肉量的增加也非常有帮助。这个食指绕到耳朵里面转3圈，因为它可以清泻肝火。邱正宏院长，坐时脚跟倾离地，可以瘦大腿练腹肌。对，我们呢，只要能让大腿这个全身最大块的肌肉能够收缩，能够运动，其实对于你的健康就有帮助了。所以现在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一边可以做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大家坐在椅子上，对不对？稳住，2只手扶着你的椅子啊，这样子，对不对？3个点，屁股1个点，2只手各1个点，3个点。好，这个时候呢，把脚稍微离开地面，你看我有没有离开地面了？对不对？对。好，这个时候你的脚要用力了，然后呢，如果再往前伸，好，股四头肌、腹直肌跟你的腰部的肌肉都开始用力了，对不对？这样的运动不会伤到你的膝盖，可是呢，它逼迫你的肌肉必须要收缩，必须要抵抗地心引力。这种情况，阻力跟耐力运动兼具，不但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而且呢，对于你肌肉量的增加也非常有帮助。所以，观众朋友，你们现在一边看电视，一边就做到10秒钟，休息一下，放下来，嘿。好，休息够了，对不对？再往前伸10秒钟，这样知道吗？只要每天都这样练，你的健康就会改进，你的慢性病就会减少，你的寿命就会延长。而且你看，你听院长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因为院长他练喉咙怎么练？他说练憋气训练。刚刚敖主任在讲说那个要憋气，气结在丹田。你们知道丹田是什么吗？丹田就是横膈膜，在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 diaphragm， 就是横膈膜。所以声乐家他怎么唱出那个声音，事实上就是横膈膜说的这种声音，对不对？他就是喉咙没有出声，是横膈膜的力量往上压这种声音出来的，这样知道吗？憋气训练，练喉咙啊，免得喉咙老化。这样子哈，如果你们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呛到，你要注意哦，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喉咙开始退化，开始老化了。日本有一位教授写了一本书哦，这几个症状哦，给各位观众朋友啊，你们参考一下，有没有这些症状？如果有，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喉咙开始退化。尤其对于瞬间将食物吞下这件事，觉得不容易，瞬间哦，对，这有罹患肺癌的风险哦。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你要知道哈，我们的气管跟喉咙它有同一个开口，对，但我们呼吸要一直呼吸耶。可是你要吃东西的时候，你不能把食物吸到你的气管里面去，对吧？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气管必须有一个开口，当你要吞咽的时候呢，要护住你的气管。你知道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所以你吞咽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会咽软骨盖下来，把气管盖住，食物从后面下去。那但是老人家有一个症状就是盖的这个功能退化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吞口水的时候呢，他这个盖的不紧，口水会呛进去，呛到气管里面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严重的话，免疫力又差，导致肺炎。如果你们看到啊，进食的时候啊，容易呛到。那么咳嗽的次数呢，好像变多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喝水或者饮料呢，也是容易，好像控制不好，对不对？容易呛，好吗？这就是什么喉咙退化很明显的症状，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特别留意了。来，主任教大家揉耳功，怎么揉啊？我们知道说年纪越大，现在失智的人很多啦。那我们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肾开窍于耳的话，我们现在就古代的话，乾隆皇帝有一个叫鸣天鼓啦哦。那鸣天鼓的话，就是2个手放在这个耳朵后面哦，那用食指跟中指哦，就是这样子弹，对，弹哦，就是弹耳朵，就弹差不多36下。弹36下，这个是第一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用这个手的话，在这边耳朵这样子，这样子就拍差不多10下，5下。那再来的话，用这个食指绕到耳朵里面转3圈，因为它可以清泻肝火，就是这样1、2、3，1、2、3，那再来，因为年纪大的人的话，很多人会耳鸣。再来的话，用食指跟中指，这样子把它。这样子搓这边，搓这边，然后再按摩整个耳朵，这样子的话就是会补肾健脑。